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2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习近平执政哪些政策最危害中华民族啊？那么这里面我要说明一下，我们最初原来的设定是危害中国啊，后来发现这个中国呢，大家会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我就把它改成了中华民族，其实是想危害中国人民。其实我是想说危害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对中国人有什么打击。那么有些人把习近平戏称为总加速师啊，那这当然是对应这个邓小平总设计师，意思就是习近平正在加速中共的灭亡，隐含的前提就是习近平的施政祸国殃民、倒行逆施啊，损人不利己，最终会导致中共的灭亡，这是一个隐含的前提。但是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明白一点，习近平在推动这件事情的恶化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在中共灭亡之前，习近平他推动的这种倒行逆施的政策，首先伤害的是谁？是中国人民。这就是我们今天预设这个题目预设的背景。那么在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发了一些在推特也好，在我们 YouTube 的平台的社区也好，我们发了个帖子，征求大家的意见和观点啊，让大家帮忙就是提出大家的想法。那我们收到了很多的网友的看法和观点。我们今天设定了16个习近平的政策，那么这16个政策呢，有一大半来自于网友，所以非常感谢啊，我们的网友这个为我们的节目贡献良多，非常精彩啊。那我今天呢，我是想这样，我先做一个话题准备，今天话题准备的时间会比较长，因为我前面部分呢，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习近平的这个履历啊和他之前的一些背景，这作为大家判断的一些依据吧啊。另外，我就把我们包括我们准备的，就是关于习近平的政策，还有一些网友提供的一些观点，这16点啊，就是他会伤害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啊。那我先做话题准备，然后再开始，我们再请这个话题准备之后呢，就请这个 Clubhouse 的网友上来发言，然后上来发言，大概3-5个网友发言之后呢，我再来看看 YouTube 上面的网友，我们可尽量避免一大堆啊，那么穿插着来，这样的话这个时间会比较控制比较好啊。习近平是1953年6月15号出生于北京，祖籍是河南邓州，籍贯是陕西富平。他197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有机合成专业。2002年获得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法学博士啊，所以他是个小学博士。博士论文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啊。习近平在北京长大啊，就读于北京的八一学校啊，八一学校是红二代的学校。那么1969年1月辍学，因为文革下放知青，去的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梁家河村。1974年加入中共，后来担任梁家河村支部书记啊。1979年啊，那从这个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分别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中央军委办公厅和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那么1985年开始在这个福建厦门、宁德、福州任职啊。那么1999年这个任福建省省长，然后就去浙江省书记、上海市委书记。2007年10月，中共17大，他就成为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经委副主席。实际上当时就已经知道他是接班人了啊，因为安排这个岗位通常就是接班人。2012年11月，中共18大，
18大开完之后，一中全会啊，他出任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啊，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共第5代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中共元老啊，他母亲叫习新，长期住在深圳。习近平的第1任妻子叫柯玲玲啊，现任妻子叫彭丽媛。彭丽媛是个歌手啊，是个出名很早的歌手。女儿是习明泽啊。习近平妻管严，就是怕老婆啊。那么因为彭丽媛的名声太大，而且很强势啊，山东人，山东泰安。习近平是典型的红二代啊，他基于习仲勋的地位，习近平其实一直属于被保护的状态。尽管文革他受到短暂的冲击啊，甚至还被揍啊，但是基本上他是保持了一个公子哥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他16岁辍学，22岁担任梁家河的村支书，27岁担任这个正定县的县委书记啊。那么读书很少啊，那么也没有真正的基层工作的体验，因此习近平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并不真实啊，因为他没有真正的体验中国基层这个真实的社会状况啊。影响习近平有3件事，第一个就是文革啊，文革贯穿了习近平的整个的成长，最重要的成长过程。第二个是毛泽东啊，毛泽东当时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无所不在的洗脑，还有如影似随的所有的东西都跟他有关系。第3个就是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啊。那么习仲勋和其他中共元老一样，精心的栽培习近平的仕途啊。那么按照中共的标准，为习近平准备了各种各样需要准备好的这种履历啊。所以习近平的履历非常的完整。但是习近平早年在福建的这个政绩和风评都非常一般啊，没有什么突出啊。习近平是宋平，中共元老宋平，宋平一直长期是负责中共的组织工作，宋平推荐给江泽民，然后江泽民选择作为这个胡锦涛的接班人，这就是邓小平、陈云这帮这个中顾委的元老制定的啊，当时制定的叫隔代指定的一个权力交接的一个程序啊。那么江泽民选择了这个习近平，选择习近平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红二代啊，还是要选自己的人，红二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的派系色彩不明显啊，因为习仲勋本来就一直不在中共的权力核心啊，所以看上去还是比较温和的啊。第3个，习近平的能力和性格也不突出，所以相对来说对既定的权力者来说，他的威胁不大。所以习近平被江泽民选择，江泽民当时非常强势啊。习近平上位之后，一开始是处于劣势啊，或者是弱势，然后他一开始选择了保持一个低姿态，那么也当然就是解除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对他的警惕，然后他采取了2个主要的基本步骤啊，改变他的处境，一个步骤就是和王岐山结盟啊，中纪委书记，他跟王岐山有渊源啊，所以他跟王岐山的结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选择。那这是第一个啊，王岐山和习近平的结盟啊，推动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反腐败。反腐败是有基础的，因为什么？因为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中国党内的腐败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啊。那么习近平通过反腐败获得党内的支持，获得一定的民意支持，同时打击他的政治对手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习近平用了不到2年1年多的时间，就很快把江泽民跟胡锦涛的势力排除在权力中心啊。
然后构建他自己的权力和人事班底啊。所以习近平很快的获得了，当然他也利用了是什么呢？他也利用了江泽民跟胡锦涛之间的矛盾，所以在这个矛盾的夹缝当中，他利用反腐败获得。当然还有一个办法，他还做了一个动作，就是用小组啊，就是中共的各个小组架空了李克强啊，总理李克强的权利。那么李克强的权利被架空之后，他大权独揽啊，这就是一个大体上的一个背景，就是习近平他为什么可以，呃，我们不能讲随心所欲，基本上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推行他的政策，原因就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背景当中。那么现在呢，我就把我们整理的按照时间的顺序往下排，总共有16个啊，我尽量用简单的方式来，因为很长，我不希望大家这个太多的时间等待太多的时间。第一个，夺权式的反腐败啊，那么从2012年开始啊，习近平推动了将近3年时间的大规模的反腐败。那么主要的是有3个措施，一个叫中央巡视组，第二个叫双规，第三个叫打老虎。打老虎的影响最大啊，包括中央政法委书记这个周永康，包括这个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孙政才本来是隔代指定，就是这个胡锦涛指定给习近平的接班人啊，结果他直接把孙政才给干掉了。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跟郭伯雄，还有就是中办主任令计划。那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反腐败就是用反腐败来夺取他的实际的权利，是一个创举。对习近平来说，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利。习近平能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原因是因为习近平的大权独揽已经超过了毛泽东，这就是结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2012年开始抓捕调查记者和公民记者啊，那么全面进行新闻审查啊，那么中国的新闻媒体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那么2012年开始啊，这个调查记者，还有就是公民记者开始慢慢的要么被抓，要么被赶走啊。那么所有的报纸的调查组全部被解散，然后就开始全面的新闻审查。新闻审查，官方媒体剩下只能做3件事，叫爱党、护党、为党啊。所以，这件事情的影响是什么？这个事情的影响就是中国人民再次被蒙上了眼睛，堵上了耳朵啊。那么中国媒体发展的黄金时代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第三，打击网络大 V 啊，收紧言论空间啊。那么2013年开始，那么所有粉丝50万以上的大 V 都陆续遭到封杀，其中包括什么李承鹏、薛蛮子、任志强等等啊。那么言论空间开始收紧啊，就是开始因言获罪啊，用各种方式打击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啊。这是第二个，收紧言论空间啊，打击公共知识分子。令中国的公共舆论啊成为一面倒的政府阵地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一带一路。2013年9月开始，中国就推动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中国作为对外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这个手段呢，影响非常的大啊，因为中国差不多每年要投入将近1万亿的规模在一带一路这个领域。所以一带一路的影响有2个。第一个，一带一路把中国的央企的钱包掏空了
央企现在已经没有基本上没有钱，就是没有能够动用的资金，所以这“一带一路”把央企的钱包掏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带一路”带来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西方世界感觉到了威胁。“一带一路”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扩张政策当然还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像“一带一路”很多的国家因为“一带一路”的项目濒临破产没办法，陷入了一个债务陷阱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供给侧改革，国进民退这件事情基本上是刘鹤在做，它的最终结果就是打击私营企业，强化国有企业的地位。直接的后果是什么？直接的后果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逐渐在失去它的活力。中国经济现在还在勉强的支撑的原因是什么？还有很多的这个基于服务业的民营企业还在那么还有一些基于出口的民营企业还在，这两个领域还是民营企业为主。那么其他的上游都被国营企业占领，比如说原材料行业。7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企业的利润是在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上游的原材料都在涨价，上游原材料涨价，他们利润就增加了。这一部分占到工业企业增加的70%，工业利润增加了70%，所以国有企业正在削弱，国有企业占领了原材料等第一产业，意味着中国经济开始逐渐的失去它的活力。这是大家现在看到的经济的结果，都是跟这个有关系，跟这个供给侧改革、国进民退，然后打击私营企业，然后强化国营经济的地位，这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背道而驰那么当然最后演化到最激烈的是什么？最终演化的最激烈的就对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也是私营企业的打击，全面打击，导致中国和海外资本市场逐渐的在脱钩。所以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也影响深远。它真正的改变，我们讲这个习近平真正改变中国面貌，这个政策是改变中国面貌的其中一个核心的政策。第六，新疆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再教育营。那么2014年开始那么中国在新疆开始陆陆续续的修建这个再教育营，其实就是集中营。那么将近有100万人先后被关押在这个再教育营。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集中营那么也是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认定为种族灭绝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后果非常的严重，就是说有2点。第一点，西方国家是通过新疆的再教育认清楚中共的威胁，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我刚才讲的前面那个“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对西方国家来说，他感觉到威胁，但是真正认知威胁的本质是什么？是新疆再教育营。第7，成立网信办网信办是塑造中国现代面貌的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工具，就是网信办。网信办是因应这个中国社会变迁而产生的。在此之前，中共控制社会舆论的工具叫中宣部中宣部控制传统媒体，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全部由中宣部在控制。中宣部通过传统媒体对中国人民进行洗脑和言论控制和信息控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人开始慢慢的放弃传统媒体，开始进入这个网络媒体，在网上生活。中国人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网络生存空间那么中共就建立了一个网信办。
网信办其实就是另外一个中宣部，虽然它现在还在中宣部的下属机构，但是它已经替代了中宣部，通过网络进行对中国人民继续进行言论控制、洗脑、信息控制等等一系列，把这个传统媒体的这一套全部搬到了网络上来，所以网信办的成立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也是有巨大的影响。然后是709抓捕这个维权律师2015年7月9号，公安部在23个省一起采取统一行动，大规模的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约谈上百位这个维权律师，还包括什么？包括民间的维权人士和上访民众那么这一次行动呢，一直延续下来。维权律师其实在这个2000年之后开始越来越活跃，原因是拆迁拆迁引发了一系列的这个维权，就是中国民众的维权。拆迁的原因是土地增值，当土地增值之后，地方政府抢夺民众的土地用于他的开发，所以这引发了很多民众的反抗。那么维权律师是基于这个拆迁开始介入到民众的维权当中，但是后来就不限于拆迁，很多领域就是说民众维权律师的行动其实是在构建一个公民社会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就是社会正义。公民社会的底线是社会正义。那么习近平推动的这个抓捕维权律师的行动，然后持续的打击这个维权律师，其实就直接消灭了中国正在成长的公民社会，中国的社会正义就不再存在。第9，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其实是在2016年开始2016年开始逐步推广到全国。网格化管理是把一个城市切成一个个小块，每个小块放一个人上去，叫网格员，对人民进行监控，这是一个监控手段。它和数字集权工具搭配使用，对人民进行全面的控制，包括行为控制，包括信息，包括等等这是一个社会管制的模式。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加上天网，加上互联网，加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数字集权工具等等成为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对人民的控制系统。中共对他的这套控制系统很有自信心，他们认为这套系统能够帮助他维持这个国家的管控所以中共喜欢说一句话叫总体可控就是其实是基于这个东西第10是2018年机构改革。中国改革开放从2件事开始，第一个叫政企分开，第二个叫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核心，因为党政分开具有政治意义。那么2018年呢，进行了所谓的机构改革，机构改革其实就是一个反改革。党政分开，把党政已经分开的再合并回去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把原来习近平建立的各个领导小组变成委员会领导小组是一个非常设机构，非常设机构用这种方式来架空国务院。然后2018年的改革呢，就把这个领导小组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委员会，委员会变成了一个常设机构。常设机构也就是说，习近平通过这个常设机构把国务院架空，实际上把中国政体直接的给扭曲掉。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机构改革。第二个方面就是党政分开再合回去叫国家监察委和中纪委合署办公，两个招牌一套人马这是比如说像这个中央审计委员会设在审计署，
中央审计委员会是中共，然后放到审计署去，然后这个教育工作者领导小组设在教育部这也是中共把中共的机构全部派到哪里？它基本上是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呢就是把这个政府部门放到中共的部门下面比如说这个什么行政学院比如说这个宣传部、中宣部下面就挂了很多，比如说国家电影总局等等，就都放到中宣部的下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合署办公就是把中共的组织机构设到政府里面去。那么党政分开就等于就是再合回去了，这就叫反改革。第11，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是2018年的3月。2018年的3月，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起，17年政治局会议通过，然后就是18年的3月，人大修改宪法，取消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习近平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那么他展开第3个任期，前面就没有障碍了，就基本上没有障碍了。那么让大家感觉到他是准备进行第三个任期。那么根据中共建政到现在只出现了非常短暂的，我们叫有序的权力交接。中共建政从1949年一直以来，中共的权力交接都不是有序发生都是血雨腥风那么这个血雨腥风令整个国家处于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叫政治风险，整个国家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那么到了江泽民时代，邓小平和他的这个中顾委制定了一个规则，就是建立一个有序的权力交接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一个总书记只干2届2届，那么2届呢就移交给下面一个隔代指定基本上这个交接模式就是2部分，第一部分只任2届，也就是10年，只干10年。第二个就是隔代指定。那么习近平第一件事情把孙政才给抓了，那当然把他的指定的接班人给抓了，他不大想交给他，这第一个，就是不接受指派给他的接班人。第二个，把这个任期取消的话，意味着他可能会破坏这个我们看到的中共建立的已经传了2代的这个，从江泽民传到胡锦涛，胡锦涛传给习近平，这都是有序的和平的权力移交。那么这件事情可能会在习近平身上被终止。如果这件事情在习近平身上终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共的权力移交的模式又不存在了。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整个这个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你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件事情影响深远。很多网友都提出这一点，认为这一点影响很大这是第11。第12，隐瞒武汉肺炎疫情那么武汉肺炎其实在2019年的12月已经在武汉开始流行开始蔓延。那么当时的习近平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为了什么？为了过年，等过完年回来再采取行动。实际上，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他把疫情全部隐瞒，不仅对国内隐瞒，也对国际社会隐瞒。那么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首先武汉肺炎疫情在中国全国蔓延因为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当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时候，
那么这件事情就在国内蔓延，同时蔓延到了全世界。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到8月28号，全世界有2亿1500万人确诊武汉肺炎，2亿1500人确诊，死亡448万人。这件事情，如果当一发现武汉肺炎疫情，其实在12月中期，中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传染病。到了中央专家组，到了这个武汉之后，回去已经很清楚它是人传人，当时就应该采取措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等过完年再说，这件事情才会蔓延。所以这件事情，第一个是隐瞒，第二个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这也是影响非常大的。很多网友也提出这一点，习近平做这件事情，后来习近平自己给自己洗地，亲自部署，亲自决策，亲自部署，不断的重复这件事情，来掩盖他对武汉肺炎疫情的这种隐瞒和决策错误。第13是战狼外交。战狼外交其实是从2020年开始，习近平给外交部这个写纸条啊，要发扬这种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然后中国就开始中国外交部外交人员开始展示他们的战狼外交面貌。那这种战狼外交的面貌后果是什么？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基本上就翻脸。中国和西方的关系的破裂跟中美关系有关系，跟这个中国的进取的对外扩张的态度战略有关系，但是非常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的战狼外交。中国战狼外交也是塑造中国在国际生存状态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战狼外交也是很多网友提出来。第14，香港国安法。香港国安法是2020年6月30号这个通过实施。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呢，这1年来，中共在香港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抓捕反对人士，所有反对人士基本上现在都在牢里，要么就跑了，没跑的全部都在牢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封杀苹果日报，所有反对他的声音全部都封嘴。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破坏法治，破坏公民社会。国安法的实施，实际上国安法实施的那一天，香港法治就不存在。为什么？因为国安法不受香港基本法的约束，它就变成了一个香港上面的另外一个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等于凌驾于香港的基本法。当它凌驾于香港基本法的基本法原有的法律框架就不存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消灭香港现有的政治运作体制那么改变香港的选举制度、法治、政治体制，然后就是挖地三尺，把香港现有的基础设施，我们讲的基础设施讲的是香港社会的基础设施，全部的铲除公民社会铲除，然后威胁香港的这个言论自由等等。所以香港基本上香港的国安法的实施，第一，破坏基本法；第二，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第三，破坏现有的香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整个公民社会的基础，所以香港再也回不去了这是所以国安法也是很多网友选择的。第15，强化洗脑教育。强化洗脑教育，习近平思想的读本进入中小学，这件事情很多网友提那么这件事情主要是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教材把这个思政课渗透到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学校的教育全面梳理，然后把教培行业团灭。第三个就是把习近平的读本、习思想读本放到中小学，其实大学已经有了。真的对中国的学生，小学、中学、大学，中国学生进行全面的洗脑，这是第15。第16，取消小学英语考试。那么这是现在还只是在上海开始啊，那么我相信它会逐步延伸到全国。小学英语考试取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甚至把这个书店里面把英语教材全部都给它下架。那么英语是什么？英语是个工具，是中国连接世界的一个工具。过去40年改革开放，其实中国全部依靠的是西方国家，从科技、从市场、从资金到现代文明、到教育等等，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完全依赖西方文明。中国要依赖西方文明，就必须依靠英语。虽然英语不是每个人都会使用，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什么呢？表达中国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的决心。而且，千百万中国人因为他们掌握了英语，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习近平取消小学英语考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正在拆掉和西方连接的桥梁。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中国将会迅速的被现代文明抛弃。这也是一个影响非常深的一件事件。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我们自己整理的，加上网友提的意见，总共16条，就基本上跟大家报告到这里。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当然我们可以请网友，我们下面就进入讨论的环节。讨论的环节，我请网友发表2个方面。第一个，你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啊？我们也是挂一漏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对这16个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政策，祸国殃民的政策，伤害中国人民、危害中国人民、危害中华民族的政策，有什么看法？你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好吧？那我的话题准备的时间有点长，抱歉啊。那么请我们把时间交给 Amy。哎，好，那个我们现在刚把这个举手功能给打开，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那个举手踊跃上来发言。王老师，哎，好，现在有一位，好，戴维你在吗？我在的，你能听到吗？可以听到。对，我们那个发言时长现在大概一个人在1分钟左右吧。好，你可以开麦了。好的，首先非常感谢王老师，然后听完您讲这个话题准备之后，我觉得就一个字啊，不就一个词组，就是好忙哦。就这么多年，10年之间，感觉他好忙。然后你严肃一点好吗？你严肃一点行吗？好的，然后我觉得最不好的一个政策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不是一个政策，而是所有关于他把中国跟世界分开的这些政策，比如说经济上的脱钩，或者说是思想上的脱钩等等。因为你今天如果是一个国家的话，你不可能就是说，你脱离了世界，你独居一人，然后你就可以存在的，因为这只会让你会变得怎么讲？思想上越加保守。你剩下了10秒钟。好的，思想上越加保守，然后就是无法接受新的东西，不会进步，只会落后的那种感觉，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好的，谢谢。
好，谢谢。那个我们是这样，就是王老师他那个喜欢，就是说大家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正面的来探讨。因为如果说是凡尔赛啊或者什么的，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线的观众特别多，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正面的去发表自己的态度。好，下一位是 Tiger 在吗？哎，你好，王健老师好。我看刚才那个王健老师总结了那个16条，那个对中国那个内部的情况比较多一些。我感觉就是外部的情况呢，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已经到我是不是也或许我没听到。比如说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在这个南海的这个扩张，通过建人工岛的方式呢，把南海圈起来。实际上现在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将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战争爆发的一个点。时间比较短，先提到这儿，如果有想起来再提，谢谢。我回应一下，为什么没有选择南海？南海其实有网友提出来，我没有放进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这个政策最危害中华民族，当然是主要是伤害中国人民。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是没有错啊。南海政策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危害的，但是没有那么直接，所以我就没放进去，原因是这个啊。OK，好，继续啊。好，那我们下一位是那个艾帆，你在吗？对，艾帆可以看到。王健老师好。艾帆你好，哎，我前面也没有听见，我一直想讲从那个习近平的危害是在对中国经济的摧毁，比如说互联网业，像马云啊，那个支付宝现在在打击，你们也知道。然后呢，对那个滴滴啊这些，可以说它全面开花。现在那个对文艺界也是，文艺界是全面文化大革命了吧？然后把所有的人拉下马。昨天有一张图是一网打尽，就我不知道他这样干是为什么要各个行业都给摧毁一遍？我觉得这个是对中国的经济是摧毁性的啊。那我大概就是这么一点，因为我前面没听。哦，谢谢范妮。是他现在是基本上是把每个行业露头的全部要削平，他基本上在做这个动作。就是说，他那个美国对那个中国的经济打击都不，就是都可以忽略了，他自己就把中国的经济给干掉了。对，是的，所以你说这个拜登总统加上川普总统两个人加在一起干的活，不够习近平自己1个月干的活多，基本上是这样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我就要表达这些。谢谢啊。好，感谢啊。那我们下一位 A 在吗？啊，我在。啊，好的。首先，王健老师你好，还有 Amy 年年你们好。刚才王健老师说的第6条，就是因为我是维吾尔人嘛，所以我是特别关注这一点。也谢谢王健老师，就是说的非常就是把实相、把真相再告诉我们大家吧。因为确实现在刚才老师也说了100万以上，我们现在遭到的这个迫害是目前来说是最大的这种人数上的最大的迫害，而且完全是反人类、反人权的。当然不只是我们维吾尔人，只是维吾尔人在数量上，目前的状况上来说，真的在遭受大家永远想不到的最大的迫害之中。还有其他的，包括汉人本身，也有蒙古人呐、藏人呐、香港人等等。所以我就先说到这儿。所以就说希望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尽量就是相信真相吧。我想说就这个，因为还有很多人他不相信所谓的真相，不相信邪恶的这个政权所做的这些事情，但真的在发生，以后会越来越多，更多的在发生。我就先说到这儿，谢谢你们。谢谢，我回应一下关于这个新疆发生的事情，其实其他地方也在发生，只不过因为新疆这件事情，第一个被海外关注啊，然后它曝光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新疆更集中，上100万人啊，这是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数字。100万人是什么概念？你也看不到头的人群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不仅仅是新疆，刚才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
中共现在在对所有的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毁灭，毁灭的一点是什么？它是从今年的9月1号开始，所有的少数民族的学校都要用汉语教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我只不过今天我们没有拿来讲，但这个网友讲起来，我就跟大家汇报一下。你想一下，所有的文化的载体是什么？文化的载体就是语言。当他把你的语言消灭的时候，现在实际上新疆的很多小孩子大部分的小孩子主要的语言都是汉语，已经不是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当中共实行一个这样的政策的时候，他就在系统的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当你在消灭少数民族的文化的时候，你就在消灭少数民族的特征，这叫什么？这就叫种族灭绝啊！好吧，那我们就说这么多，下面继续轮麦，谢谢。我说个谢谢艾米。好，谢谢。那个下一位丫在吗？我在，谢谢。好，可以开麦。我刚才听到那个，就是王健老师讲到那个第8点是那个网格化管理。我对这个网格化管理呢，我有一个，就是刚刚昨天出去散步的时候，听到一个朋友，因为他是从中国过来，他说他着急着要回国，因为他接到通知说现在国内要进行，就是说存款超过10万要登记，然后他跟我讲的是说，你这个钱登记以后，你要花钱花在什么地方也要有记录。那这一点我对这个就是刚才他那个王健讲到的这个网格化管理，因为我非常吃惊，就是说管到私人的这个账户了，你的钱要怎么花都要汇报。那么这个我就觉得好像国内真的是做到一个很细的这一点，就是包括你私人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在他的掌控之下，这个我觉得很可怕。这个是我的这个感受。当然就是说网格化管理它不是一下子直接到这里，它就是有前面的一些铺垫，就是慢慢的好像温水煮青蛙，然后就是把整个国民在纳入他的掌控之中，这一点其实对人的影响非常大。就好像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管理上，从中国出来的人在国际上让人觉得有点像怪胎吧，就是他的那些思想是跟普世价值的这个社会的人的那些思想是都不接轨，而且他们不自知，这点挺可怕的。我回应一下哈，那个网格化管理其实是什么？网格化管理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对人身控制啊。那么过去10年，中共在全国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就是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实际上是在地的，就是本地化的人身控制管理。那么当然还有很多，包括舆论管理啊，就是说你在中国各地，你只要上网发言，你就会被找出来，这是言论管理。比如说这个集权数字平台它有很多工具，比如说天网。总之，它所有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控制你个人，就是人身控制。人身控制的特征是什么？人身控制的特征就是你的一举一动都被这个 Big Brother 看着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集权社会的特征啊。好吧 ，Amy， 我这边YouTube 上面很多网友已经发言很多了，我再读一下好吗？好。观点：搞偶像崇拜对中华民族的伤害最深，抹杀真理，造成思想贫乏，没有批判思辨能力，是当代以及下一代的灾难。观点：从娃娃抓起，仇恨教育和洗脑工程危害最大。整整数十年，几代中国人一生都必须花大时间才能完全摆脱脑中的垃圾。观点：习近平对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收紧管理，
尤其是在学校对孩子的洗脑加剧，是对中国人未来希望的毁灭性打击。观点：语言对思维影响很大，这几十年各种大词儿、虚词儿，在电视、报纸各种语言环境中的运用，对中文语言的影响，也是对国人思维习惯的破坏性影响。观点：习的危害不仅仅局限于他的在位期间，而是在这个国家开了一个非常坏的头，就是不管做的有多烂，只要会洗脑，只要你还掌握暴力机构，只要你还能封杀不同的声音，你就能稳坐江山。观点：战狼外交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最大，全球厌中、反中、抗中几乎都始于这个政策。观点：修宪无限任期危害最大，因为它的存在就是危害，它每个政策都是加速，本来加速10年，这下加速不知道到哪年了。观点：终身制影响最大，这个影响让大陆的政治变成近代的朝廷政治，其危害不在于当代领导人，而在继任者。继任者出于自身利益不会再改回来。中国的现代国家特征更加不明显，未来的政治风险非常大。一旦出现政权的非常规巨变，比如历史上王朝中后期那样，那国家最终有陷于分裂的巨大风险。观点：思想禁锢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最大，首先会让文化艺术、音乐领域全面脱节，其次是科技领域。观点：王老师刚做的节目时说过，会时不常的摸自己口袋的苹果还在不在？如果能理解这种感觉，习在政权受到挑战之后，会更加自卑和多疑的心理，会一直用这种灭霸的方式让自己安心，从而证明口袋里的权力还在。观点：习近平的一系列政策反映了他的皇帝心态。皇帝的逻辑就是，只要人们互相仇恨，他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干坏事。河南泄洪的那段时间，所有媒体都充斥着厌恶和仇恨，就是这位皇帝拉仇恨的手段。当皇帝察觉民怨沸腾，危及到他的统治，他就会疯狂的输出仇恨，以及疯狂的压榨百姓，这就是帝王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观点：本人经历了80到90年代国企倒闭潮，国有企业流失，私营企业兴起，银行业通过股份制上市圈钱，才挽回了企业倒闭影响的亏空。那个时代国有资产的损失无法计算，如今又开始新一波洗牌，好像中共就是靠这种打斗的变迁来巩固权力的，不管百姓疾苦，只求通过搞运动来增强威慑力，从而达到巩固政权。观点：对中华民族伤害最大的是疫情，其他那些只是历史上一直发生的一些事情，属于自己窝里互害。但是疫情这件事情让中国人真正走出东亚，在全世界臭大街了，好似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之于德国人，这个影响无比深远。观点：习政策里危害最大的是战狼外交，习所有的对内政策折腾的都是老百姓内部环境，但是只要他一停手，以中国人民的韧性以及历史发展的惯性，中国都能回归正常发展的轨迹。然而战狼外交严重损害中国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是个外部环境，不是中国人自己能修复的。中国这几十年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积极对接全球供应链，吸收外国资金、原材料和技术。一旦外部环境变差，这个融合断了，中国将永无翻身的可能。观点：习近平最大的危害是对权力的玩弄朝鲜化，他对经济的危害跟美国的脱钩相比是大巫见小巫，也就是说他对美国的影响根本不在乎，权力的傲慢令他存在是最大的危害。观点：对维吾尔土蒙的文化灭绝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最大的危害。政治概念最大的冲击就是进一步强化这些民族的独立倾向，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所谓的民族平等。
观点：最危害中华民族的是两个，一个是言论收紧，迫害所有说真话的人；一个是对香港的各种政策。香港是中国的窗口，只要香港还有言论自由跟法治，中国人就还有一个希望的灯塔。提问：习想效仿毛，集中权力取代集体领导，党内民主固然是退步。请问王老师，所谓的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比定于尊又进步在哪里？小圈子民主显然不能阻隔独裁者的野心，这是个好问题。中共并没有党内民主中共没有民主文化，中共党内也不是民主，也是独裁。那么中共的独裁到了毛泽东这个时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后文革结束之后，中共自己在检讨这件事情，就是发现，党内独裁，或者是他们把党内独裁叫什么呢？叫个人崇拜，其实就是党内独裁。然后中共很善于用话术掩盖事件的真相，所以他用的是词汇叫个人崇拜。其实个人崇拜就是独裁，个人崇拜是独裁的其中一个方面，大权独揽。那么发现党内独裁危害非常的大，因为这一个人他的爱好、他的情绪会影响整个国家，这不行。最后改革开放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中共党内共识，就是不能党内独裁，要怎么样？集体领导。所以为什么这个中共改革开放之后，七常委、五常委、七常委其实就是集体领导的反义。所以要实行集体领导，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也是这个结束文革之后中共党内的共识，所以叫党天下习近平改变的是什么？习近平改变的是党天下，他要把党天下变成习天下这就是他为什么会现在的政治和之前的政治的差异，就才从中共党内角度来说是有巨大改变。所以在2018年到2019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喊出来什么？习近平要定一尊。定一尊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一个人要乾纲独断，乾纲独断就是皇帝乾纲独断就是皇帝，就首先就是党内独裁。党内独裁跟集体领导是有很大差别，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共的政治文化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是因为原来是集体领导，大家互掐，党内斗争，不断的争权夺利达到一个权力平衡。那么现在呢，没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还是有，但是习近平一人独大这个大权独揽，那他形成的这种党文化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是不同他党内没有民主，集体领导也没有民主，集体领导只是权力分到了5个人，后来是变成7个人的身上，但是当然总书记权力还是最大。观点：最危害中华民族的偌大国家成为一言堂，容不得一点质疑和反对，只要你说点国外的可取之处，身边马上跳出一堆小粉红，却对身边发生的灾难置若罔闻，割断与文明世界的联系，对中国是灾难性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那么我还是提醒大家，跳出来的小粉红可能就是五毛，一般来说都是五毛，除非你认识的朋友，一般情况都是五毛。因为什么？因为现在中国五毛的这个规模超出大家的想象，中国现在五毛的规模以1000万级为单位，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不要以为中国，当然中国的网民被洗脑这是事实，但是多数跳到你面前的那个小粉红应该就是五毛观点：一个国家经济和科技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和价值观的落后，这比这更可怕的是落后还自以为强大。
从而没有了向别人学习的谦卑。所以习近平做的最坏的是，在全社会营造了一种盲目自信的氛围，在煽动起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很可能会给整个国家、整个中国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提问：中共一直拥有全世界各国各种利益招揽国际人才到中国，同时间又缩紧中国人出国。请问王 Sir， 这是否是习认为，限缩英文认知能力，与西方世界脱节，依旧能够强大的一种认知的误区？这两个不同的事情。中国在全世界找人延揽这个国际人才，多数是谁？多数是企业企业在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限制中国老百姓出境理由是借口是疫情防控那么当然限制中国人出境成为人身控制的一部分那么至于英语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从深层次来说，中共从来没有一天喜欢中国老百姓真正了解世界，喜欢中国老百姓真正和外界接触联系的。中共一天都不喜欢，所以终于把之前没有办法，改革开放你没有英语，你不可能做很多想做的事情。那么习近平把这件事情给一掐，真是中共一直在想做的事情。观点：习的危害主要是迎接唯物主义和赵家命令是唯一的权利，风行天下，除此之外一切免谈，这样老百姓就唯党是从。至于人民已经遭收编等党的工具。观点：最大危害一，独裁集权，优胜劣汰，极端主义将中国带向不确定的未来。二，教育洗脑，改变改革开放的土壤，影响了下一代未来的几十年。观点：习对中国经济、人权、政治架构、对外关系、一带一路的问题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对自身独裁的强化，开历史倒车。他做的所有的非正常理性的思维，这些行为都是定于一尊，所以对中华民族伤害最大的是定于一尊。OK， 提问，请问王老师，习近平做过村支书、县委书记，为什么说他对中国基层没有体验？好问题。我看过一个习近平的专访习近平专访他下放怎么下放？他下放是不参加劳动，是他的下放跟其他的知青下放是不一样的，他的下放是被照顾着的，他想干活就干一下，他不想干活也没人管他，为什么？不敢管，他打过招呼的人，所以他又干过这个村支书，他何能当村支书？他又不会干农活。他又没读过书，又没有这个农业技术，他凭什么当村支书？这上面安排的嘛。他当这个县委书记有什么能力？大家知道，在地方当一个县委书记很厉害的了，那都是拳打脚踢争回来的。习近平当县委书记也好，当村支书也好，都是打招呼打来的，所以他当然没有体验。你想一下，他下放的时候，他那个采访，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他当时跟别人讲，他在农村的时候，他说他们家的面包放坏了，拿来喂狗，这个农民不高兴。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他在延安的一个梁家河村，他家里能有面包。你想想，面包，中国人什么时代开始吃面包？吃得到面包，他能有面包啊？这个面包不是说一送来就嘎吱吃完了，是在那放到坏为止。你想想看，那是陕北得多干燥，他能把这面包放坏？那你想想，他多长时间不吃？那是什么情况？
那农村那个时候的农村，那有一口粮食都不得了的事情，他能把面包放坏，他是什么样的生存？所以他对中国的社会是没有体验，他是浮在上面的，他被保护着的。提问，请问王老师：一，其上台现在共党的必然性是现在共党的必然性。第二，党的常识局限性是否决定了习现在在国内所作所为的必然性？中国5000年集权、专政、专权、统一思想到新高度发展的车轮，还在中国大地前进的可能性？我从来不认为有必然性。中共喜欢讲必然性跟偶然性的关系，这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必然性跟偶然性的关系，我是不认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偶然性。习近平坐到这个位置上，也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啊，我不觉得它是必然。你想一下，中共在64之后选了江泽民啊，那是历史的必然的，未必啊。但是有一点，为什么会选江泽民？我觉得功利性是很强的。为什么？邓小平他们看得很清楚啊。64之后，中国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西方封锁。大家打破西方封锁，那要找个什么样的人？懂得西方的人，喝过洋墨水的人，懂英文的人。他手上扒拉来扒拉去，懂英文的没有几个啊。江泽民声乐汉毕业的，这一看江泽民呗，这个目标性是很强的。这有必然性吗？你可以理解成必然性。但是江泽民至少要做到上海市委书记，你才会进入这个邓小平的法眼，否则你怎么进入邓小平的法眼？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有偶然性嘛，也有偶然性。所以你说哪个更强点，哪个更弱点，说不好，所以没有结论，不知道。好，我明谢一下啊，明谢一下 ，Josh 张，谢谢 ，Alan 谢谢 ，Helen 谢谢 ，PYL 谢谢 ，Stephen 陈 ，Stephenson 谢谢。新冠谢谢，犹如行云流水，为王老师今天的讲述喝彩，谢谢。好，那我们现在 YouTube 平台的直播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这里特别提醒一下，请大家加入我们的 Patreon。那么我们 Patreon 对大陆翻墙不方便的网友来说是有一定的便利的，他可以听我们的音频不用翻墙，所以请大家在我们视频下方有我们 Patreon 的账号，请大家去加入我们的 Patreon， 满足你的需要，好吧 ？Amy， 我在 YouTube 的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好，那我们就继续排麦吧。